提到新加坡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是滨海湾的摩天轮和标志性大楼，是全球闻名的金融枢纽，还是让人热血沸腾的 F1 夜间大奖赛？说实话，这些答案都对。但今天我们将带你看到的是更加令人兴奋的新加坡。它的最新吸金秘诀不是股票，不是金融，而是一个你可能从未深入了解过的领域。两个简单的词：演唱会经济。说到吸金能力，一场 F1 赛事每年为新加坡创造接近20亿新元的收入，堪称亚洲赛事经济的标杆。但更惊人的是，仅仅过去2年间，两位美国顶流天后 Taylor Swift 和 Lady Gaga 的演唱会就为这个国家带来了7.5亿新元的收入，也就是约45.6亿港元。是的，仅靠2场演唱会就撬动出了这样规模的价值。那么这背后有没有什么必杀技？为什么全球巨星和他们的粉丝争相把目光投向新加坡？今天我们就为你全方位揭秘，让你看到演唱会经济是如何成为新加坡经济的新引擎，同时还会揭示它如何带来光鲜亮丽之外的挑战。最后我们还会为你爆料下一个可能掀起粉丝狂潮的巨星计划，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。第一章，新加坡演唱会经济的3级火箭。演唱会经济的价值绝不仅仅是门票收入那么简单，它是一套复杂精密的系统，推动整个经济链条的互动。我们把它称为3级火箭。1级火箭是政府的战略级投入。你或许没想到 Taylor Swift 的全球巡演东南亚唯一站之所以选定新加坡，其实是由政府的资金精准介入所决定的。每场演唱会的补贴约在200到300万美元之间，这不是简单的花钱请巨星，而是一种风险投资策略。最终这场巡演带来的旅游收入直冲3.5亿到5亿新元，实现了超过10倍的回报率。类似的策略也帮助 Lady Gaga 的演唱会吸引了20万国际游客，直接让新加坡航空、日本航线和澳洲航线的预订量增长了20%以上，足以让其他城市望洋兴叹。2级火箭是产业链的协同联动，明星能带来粉丝，但新加坡能够让这些粉丝在演唱会期间花更多的钱住更新的酒店，买更贵的东西。这体现在航司酒店到景点的全面协同，体育馆附近的酒店入住率直冲95%，连床位价格都翻倍。比如圣淘沙这样的景点 ，Taylor 粉丝让游客增长到了平时的23倍，更别提零售业销售额直接增加了30%。3级火箭是城市品牌的全面重塑，新加坡已经从人们认知中的商业中心转型为 Fun City， 这是更多来自年轻人群的标签和热度。就连中国的音乐节 IP 泡泡岛也选择了新加坡作为落地举办场地。这些活动吸引了大量95后观众，社交话题更是突破了2亿次，为新加坡增加了全球年轻人圈层中的文化认同。现在问题来了，这样辉煌的成绩背后，是否真的全是唱着歌就赚钱？我们来看看，在这场经济盛宴之下，新加坡本地人是如何感受这股狂飙动力的？他们真的成为赢家，还是也承担了一些代价？第2章，本地人受益还是承压？无论从哪组数据来看，新加坡的演唱会经济确实是一场巨大的盛宴，它给酒店业、零售业、航空业等直接相关产业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收入增长，同时还催生了许多相关职业的短期爆发。比如出租车行业的司机，很多人都直言演唱会期间，他们的夜班收入直接翻了3倍以上。这样让我们看到了演唱会效应带来的真实经济红利。但另一方面，这场盛宴对于普通居民来说，显然并不是全然无忧。首先是交通拥堵问题，演唱会期间周边道路几乎处于瘫痪状态，尤其对住在场馆附近的居民来说，每次举办演唱会就意味着他们得为出门再多花2-3倍的时间。其次是物价上涨问题，据了解，不少周边地区的餐饮价格在演唱会期间直接上涨了30%到40%，一个原本售价10新元的便当，在这些周末几乎涨到了14新元，让不少长期住在本地的居民觉得消费压力大大增加。不过政府显然也看到了这些短期的压力，并提出了解决思路。据最新消息透露，这些演唱会经济本身产生的税收收入已经计划投入公共设施升级，比如新的地铁沿线计划，就是为了进一步优化市民的出行体验，平衡演唱会期间及长期可能带来的交通负担。这种长短期结合的回应机制能否化解矛盾，还需要时间去验证。第3章，新加坡模式能否被复制？新加坡的演唱会经济模式确实是一个吸金的典范，但它是否能被复制到其他国家呢？实际上，亚洲其他国家确实也在尝试类似的模式，比如香港近期承办了大批韩团演唱会，这种活动成功吸引了不少从内地涌入的粉丝经济，而澳门则选择走娱乐场加演唱会，一站式娱乐服务的模式，通过综合消费来制造更长的停留时间。但是新加坡的优势是独特的，它背靠东南亚核心的地理枢纽，不但方便主要的交通网络，还具备更高的安全性和政府的组织能力，这些都是其他国家目前难以追赶的软实力。不过这场演唱会经济竞争显然还在升温，泰国和印尼等地已经开始加强补贴力度，
吸引更多明星愿意登陆他们的城市。同时，新加坡显然也不能固守原有的模式，未来可能需要更多的小型场馆，结合本地文化的特色。第4张，下一张王牌是谁？那么，新加坡演唱会经济的下一步究竟会迎来怎样的明星？据可靠消息透露，新加坡政府正在接触更多顶流 IP， 包括 PS 成员的个人工作室以及哈利斯泰尔斯团队。无论是 Pop 粉丝还是欧美流量迷，这2张王牌都有可能让新加坡的经济模式更上一层楼。从东南亚的粉丝到全球粉丝，他们的消费潜力绝对值得期待。你怎么看新加坡的这种演唱会经济模式？如果 PS 或哈利斯泰尔斯的演唱会来到新加坡，你会愿意坐飞机去打卡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看法，也记得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